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非常温柔，但也很核心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帮助孩子把那个我相信我会进步的信念，真正变成每天都可以做得到的一小步，让他们的努力真的能开花结果。你是不是也发现过一个有点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心里都相信努力很重要。你一定听过他们说：“我知道啦，我应该要多读一点书，我想要变得更好啊。”或者最常听到的：“我下次会更认真啦。”是不是超级熟悉？但问题就来了，他们嘴上相信，心里也想，可是下一步到底要干嘛？他们好像常常就卡在这里了。这种感觉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他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心里明明想着要往前走，可是眼前好几条路，每一条都雾蒙蒙的，根本看不清楚。所以当孩子说出我会更努力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份心意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但如果我们没有帮他找到一条清晰的路，那份努力就很容易只停在原地，最后就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走过这几个步骤首先，我们会先来聊聊这个努力的矛盾点，然后我会跟你分享为什么一个好的心态其实是需要一张路线图的。接着，这就是重点我们会来学怎么搭建一座叫做 SMART 的桥梁。我还会用一个很实际的阅读例子，一步一步带大家走过一遍。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孩子真正学到的东西，还有一个你这礼拜就可以开始的温柔练习。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那里有一份很温柔的提醒，是特别要给你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这个努力的矛盾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有时候光是相信好像还不够，让我们真的动起来。我们都知道，成长性思维的核心就是告诉孩子一件超重要的事：你的能力不是天生注定好的，是可以像植物一样慢慢长大的。这份信念真的就像天上一朵很美的云，给了孩子希望。可是问题来了，对孩子来说，这朵云跟脚下的行动之间常常隔着一个超大的问号。他们心里会想，那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我这样做算努力了吗？所以你看，关键就在这里了。我们大人的任务就是帮孩子把天上的那朵云变成一条地上可以踩得到、走得动的路，一张看得见的努力路线图，才能真正把那个信念变成行动的力量。好，那这张路线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幸好成长性思维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伙伴，他就是专门来帮助我们把信念变成实际行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你可以这样想：成长性思维负责的是为什么，也就是那个最核心的信念，我相信我可以进步。那他的伙伴 SMART 目标负责的就是怎么做，他非常清楚地回答了那个问题。好，那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做？你看，一个是心态，一个是方法，一个是相信，一个是行动，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来盖一座桥，一座可以把我相信这个信念稳稳地连接到我今天要做什么这个具体行动上的桥梁。没错，这一座桥就是 SMART 目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们的心态像是孤零零的在一座岛上，而我们的行动在遥远的另一座岛上。SMART 这个工具的价值就是帮我们在中间盖起一座坚固的桥梁。它把那个很抽象的词努力变成一个看得见、可以调整，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完成的过程。它让孩子不再只是站在原地，远远地看着对岸的目标，而是真的有路可以走，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过去。好了，理论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个超级生活化的例子吧。这我相信呢是很多爸爸妈妈都会遇到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么把提升阅读能力这个大目标变成可以实践的行动。好，我们就从这个目标开始。我希望孩子的阅读能力可以慢慢变好。这本身就是一个超棒的成长性思维因为我们相信孩子有进步的空间嘛。可是如果我们就停在这里，孩子真的会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跟他说你要再努力一点而是陪他一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走得动的一小步一小步。好，
SMART 的第一个字母 S 就是 specific 具体的。我们不要再说那种很模糊的话了，像是你要多阅读哦，这对孩子来说太抽象了。不如我们陪孩子一起把它变成，我们每天晚上7点一起读10分钟的书，好不好？你看，这里的重点完全不是时间长短，而是要让孩子心里冒出一个感觉，哇，这个我现在就做得到，你知道吗？这种我做得到的感觉，就是成长性思维真正开始发芽的那个瞬间。接下来是 M，measurable， 也就是可以衡量的。我们要让孩子看得到自己的累积。比方说，我们可以在月历上每完成一次，就让他自己画一个星星或打一个勾。这个小小的动作力量超乎你想象。因为这个看得见的完成感会慢慢取代孩子脑中那种很无力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都没进步。不，他会亲眼看到他的努力正在一天一天地被累积下来。再来是 achievable， 可达成的。成长性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哦，就是努力不是叫你硬撑，而是要找到方法。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刻意邀请孩子一起来选择，你想看哪一种书啊？是恐龙的还是公主的？图多一点的好还是字少一点的？当我们让孩子参与选择，他其实就在学一件超级重要的事，那就是原来我可以调整方法，而不是直接否定自己说我不行。好了，现在我们来到 R，relevant， 也就是相关的。老实说，这一步常常被大家跳过，但它其实是整个过程的灵魂。我们可以找个时间跟孩子温柔地聊一聊。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这样练习，以后你读书读得比较顺了，你觉得对你自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孩子可能会想一下，然后说，可能上课比较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吧，或者我可能会比较有信心举手发言。你听，这些答案才是孩子愿意继续下去那个真正发自内心的理由。最后一个 T，time bound。有时限的，这一步也超级重要。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设定一个终点线，比方说，这个练习我们先试1个月看看好不好？这句话其实在悄悄地告诉孩子，你不用担心，这不是要你这样辛苦一辈子，我们只是在完成一个有起点也有终点的练习。这种明确的可预期的完成感，会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是可控的，也更有意愿去挑战下一个目标。好的，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陪着孩子走过一遍练习之后，你觉得孩子真正学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他真的远远不只是阅读能力本身而已，他学到的是一种可以带着走一辈子的内在能力。其实孩子真正学到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SMART 这个方法就像是树的根，帮它稳稳地扎在土壤里，然后慢慢地长出各种面对挑战需要的能力枝干。他学会的是如何去面对一个挑战，而不是被动地完成一项任务。所以你看，孩子真正在内化的能力是什么？第一，他学会了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很难的事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第二，他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进步跟成长。第三，他知道了遇到困难时可以调整方法，而不是马上放弃。最后，他学会了往前走不是靠蛮力硬撑，而是靠理解跟策略。而这些不就是成长性思维真正想要培养的核心能力吗？好，聊到这里，我们也差不多来到最后的部分了。这里有一份温柔的提醒，也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下一步行动。我想跟你说，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孩子常常好像卡住了，动不了，请你一定要记得，不要急着去怀疑他，也千万不要怀疑你自己。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真的不是更多的压力，也不是更多的大道理，他需要的就只是一条他感觉自己走得动的路。而我们今天聊的 SMRT 目标，就是为了帮他铺出那条路，让那个美好的成长性思维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很温柔的练习。第一步，找孩子一起选一个小小的他自己也想努力的领域。第二步，就用我们今天学的 SMART 方法，一起定义出一个超级微小但保证可以达成的行动。然后第三步，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去庆祝那个尝试与完成的感觉。不管结果好不好，只要有做就值得庆祝。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不只是相信自己会变好，而是真的能够感觉到自己正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在按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这就是我们最想陪着大家一起练习的事。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温柔而且可以实际操作的陪伴，那我们诚挚地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可以一起在家庭中练习成长。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